2021年阿布扎比亚斯码头赛道，汉密尔顿在最后一圈输掉了比赛。七冠王呆坐在车里，平息着内心的波动，领跑了一整场，却在最后一圈输掉了世界冠军。一时间，失落、沮丧还有不甘涌上心头。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维斯塔潘的怒吼和霍纳的祝贺声。红牛等待这一天也等了很久。刘爵士并没有表现出愤怒，虽然他完全可以拥有这样的情绪，面对红牛领队的握手示意也没有拒绝，虽然他大可不必保持风度，在这种情况下任谁都难以心平气和。但汉密尔顿出奇的安静，他在全世界面前维系着自己的绅士做派，也给了世界一级方程式锦标赛最后的体面。也许 F1 太需要一个新王登基了，也许汉密尔顿的运势在过去的8年用完了，但即使如此，也永远不要低估一颗冠军的心。22赛季梅奔赛车的竞争力有所下滑，曾经不可一世的速度优势在红牛和法拉利面前荡然无存，而汉密尔顿也迎来了罗斯伯格之后最强劲的队友火星人乔治拉塞尔。赛季开始，拉塞尔不论是在排位赛还是正赛都表现出了对七冠王的巨大挑战。4站过后，汉密尔顿竟已落后队友21分，这种情况多年未见。一些民宿和专家瞬间炸开了锅。2届世界冠军哈基宁表示，刘爵士可能在赛季末会另投他主。红牛顾问马尔科直接出言挖苦，他认为汉密尔顿20年拿到7冠时就应该激流勇退，不至于如今晚节不保。而最为扎心的则是罗斯伯格，他在接受天空体育采访时直言，老汉最讨厌被队友击败，一时间墙倒众人推。面对外界的质疑，刘爵士没有辩解什么，他本可以解释因为承担了赛车的空力调教任务，导致每场比赛都要更换不同的组件，而为了让整个团队收集更多的数据，自己承担了一切，为的就是明年或者后年能够研发出一台争冠的赛车。但汉密尔顿选择了闭口不言，因为他相信自己只是暂时跌落顶峰，比起一览众山小的心旷神怡，向上攀爬的道路可以让他更加专注赛车本身。开局的艰难并不能决定全年的走势，而最好的回应就是在赛道上用成绩说话。比赛来到加拿大站，汉密尔顿第4出发，第3完赛。而回到老家英国赢时，第5出发的刘爵士上升2位，连续2站登上领奖台，这已经是梅奔车队今年的最好成绩了。但刘爵士越战越勇，在红牛老巢奥地利第8出发，拿到本赛季第4个季军，紧接着又在法国和匈牙利分别从第4和第7出发，拿下背靠背亚军。那个熟悉的汉密尔顿又回来了，虽然车辆的性能还无法与红牛抗衡，但通过持续的努力，不断缩小着与第1梯队的差距。墨西哥站结束后，刘爵士成功超越法拉利的小塞恩斯，位列总榜第5。但随着赛季进入尾声，汉密尔顿的最终排名也只能在4、5徘徊。光从成绩上来看，这并不是一个成功的赛季。但是在残酷的竞技体育世界里，没有人能永远站在顶峰。当你的对手将你作为标榜，全方位研究你的一切，甚至他们比你更有野心，更渴望胜利，失败是在所难免的。俗话说，人生不如意十有八九，但如何面对失败，千人千面。有人会心态崩溃，迷失方向，也有人能够拥抱压力，绝地反击。也许真正的成功，从来不是曾经取得多么辉煌的战绩，缔造多少难以打破的记录，而是当面对失败时，敢于正视自己的缺憾，从一次次悲叹和绝望中产生挑战人生的必胜性。当曾经的王者再次站上顶峰时，即使是同样的景色，也必定会有所不同。